在2026年5月，俄羅斯出動7架圖160襲擊烏克蘭。相關資訊一出，很多人都拿圖160和 B2相比，一方面是被稱為全球最美戰機，一方是全球最貴逆蹤戰機 B2。那麼誰才是稱得上最強呢？作為人類航空歷史上最大、最重、速度最快的超音速轟炸機，圖160的紙面數據幾乎碾壓了全球同類機型。它是俄羅斯的終極武器，但之前在面對區域衝突的實戰時，卻緊急轉運到西伯利亞邊境和北極圈基地，在今年之前出動次數屈指可數。有人說烏克蘭還不配圖160出動，俄羅斯的最強戰機暫不出動是為了盯防歐美。事實真的如此嗎？俄羅斯的突襲真的重創烏克蘭了嗎？今天這期視頻我們一起揭曉謎題。如果我們從航空制造的機械美學來看，圖160絕對是一項工程學上的奇蹟。這架飛機把大飛專快的蘇維埃暴力美學發揮到了極限，它的最大起飛重量高達275噸，這是什麼概念？一架滿載乘客的波音787客機起飛重量也才220多噸。在圖160龐大的機腹內有兩個巨大的旋轉武器艙，可以攜帶高達40-50噸的彈藥。為了把這座重達200多噸的金屬堡壘推上天空，俄羅斯工程師給它安裝了4台庫茲涅佐夫 NK32 渦輪扇引擎，這是人類在軍用飛機上裝過的推力最大的引擎。靠着這4台引擎的狂暴動力，圖160可以在平流層以超過2馬赫的速度進行超音速衝刺。很多人喜歡拿美國的 B-1B 槍騎兵轟炸機和它做對比，因為兩者外觀很像，都採用了可變後掠翼的設計。但實際上，兩者後來的發展方向完全不同。美國在冷戰後期評估了防空飛彈的威脅，主動放棄了高空突防的戰術，把 B-1B 改成了低空突防的轟炸機。因為底層結構的修改， B-1B 的最高速度被限制在了 1.25 馬赫左右，而圖160則保留了高空高速的原始設定，在速度和載彈量上穩穩壓過了美國的同類平台。在那個雷達技術還不算特別先進，防空主要靠戰鬥機攔截的年代，圖160的這套設計邏輯是非常說得通的。試想一下，一架帶核彈的轟炸機飛得比絕大多數防空攔截機還要高，跑得比他們還要快，只要衝刺的速度足夠快，敵人的戰鬥機就追不上，這就意味着天空的絕對安全。所以高空高速就是那個年代戰略轟炸機的生存法寶。但是现代戰爭的防空規則早就被重寫了，進入21世紀後，防空飛彈的技術出現了跨越式的升級，像美國的愛國者系統、歐洲的 SAMPT 或者俄羅斯自己的 S-400，這些防空飛彈的飛行速度早就突破了4馬赫甚至6馬赫。在速度高達6馬赫的防空飛彈面前，图160那引以為傲的2馬赫冲刺速度變得毫無意義。你飛得再快，也快不過火箭引擎推動的飛彈。在這個現實下，我們再來看圖160的雷達截面積，也就是 RCS。這架全長54米、翼展超過55米的巨型轟炸機，在現代防空雷達的熒幕上，反射訊號就像是一座在天上飛行的大樓，沒有任何逆蹤設計的保護。只要圖160敢越過邊境線，地面上的相控陣雷達在幾百公里外就能把它看得清清楚楚。一旦防空飛彈升空，這架笨重的轟炸機根本沒有足夠的機動性去躲避。美國人其實早就看到了這個死結，在80年代，美國空軍叫停了同樣追求高空高速的 B-70轟炸機計劃。他們想明白一件事，在飛彈面前比速度是贏不了的，唯一能活下來的辦法就是讓雷達看不見你。於是，美國把海量的預算砸向了 B-2幽靈逆蹤轟炸機。為了實現極致的逆蹤， B-2付出了巨大的工程妥協，它放棄了高音速，只能以高壓音速飛行。它的內置載彈量只有大約18噸，遠遠比不上圖160的40-50噸。犧牲了速度和載彈量， B-2換來的是無與倫比的穿透力。它的雷達反射截面積小到只有一隻鳥的大小。這兩條技術路線的分野，在今天的戰場上得出了殘酷的結論。B-2可以憑借逆蹤外形直接飛到敵國首都，或者嚴密防空網的正上方，投下精確導引炸彈，對核心目標進行開鑿手術。而圖160卻成了現代防空體系面前的玻璃巨獸，只要前方有先進的防空飛彈陣地，它就絕對不敢跨越一步。一旦進入交戰空域，它就會從大國重器變成防空雷達上的活靶子。既然飛不進去，那這龐大的40-50噸載荷怎麼發揮作用？俄羅斯軍方給出的答案很務實，既然進不去，那就躲在防區外面開火。所以在今天的實戰中，圖160的真實身份已經不再是一架傳統的轟炸機了，它被迫轉型，變成了一輛躲在大後方永不停止升級的飛彈卡車。但是這真的可以解決俄羅斯面臨的困境嗎？我們先來看一組圖160的真實戰果。就在刚刚過去的2026年5月，
圖幺60開展了一場俄烏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行動。在這場聯合空襲中，俄羅斯動用了機隊裡全部能飛的7架圖幺60戰略轟炸機。這7架轟炸機飛到地海上空，向烏克蘭發射大量經過深度升級的 Kh-101巡弋飛彈。客觀地說，這次空襲確實拿出了不小的戰果。因為俄羅斯軍工部門給這些巡弋飛彈加裝了雙彈頭，甚至裝上了一套叫做 SP504 的自衛干擾套件。飛彈在被地面防空系統鎖定的時候，居然能像戰鬥機一樣主動拋射熱誘餌彈去欺騙雷達和紅外線導引頭。靠着這些聰明的飛彈，這7架圖幺60成功突破了烏克蘭的防空網，對基輔、第聶伯羅等地的能源設施和軍事樞紐造成了破壞。圖幺60確實完成了任務。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場空襲的性價比低得讓人不敢相信。俄羅斯為了取得這點戰果，付出的底層代價是難以承受的。首先是極度折磨人的飛行航線。因為之前俄羅斯西部的機場遭到了烏克蘭無人機的襲擊，為了保護這些國寶級轟炸機，這7架圖幺60現在全部躲在幾千公里外的俄羅斯遠東烏克蘭卡空軍基地。他們每次執行打擊任務都要從遠東起飛，跨越大半個俄羅斯，飛到里海或者薩拉托夫州的發射陣位，扔完飛彈後再飛回遠東。這種大費周章的長途奔襲帶來了第二個致命的問題：引擎壽命的快速消耗。根據前線情報和軍事專家的測算，圖幺60每執行一次這種從遠東到里海的跨區打擊任務，單趟的來回飛行就會燒掉 NK32 引擎大約 6% 到 8% 的總使用壽命。大家可以算一下，這意味着一架轟炸機只要執行10幾次任務，它的4台引擎就基本報廢，必須進行大修或者更換。在西方嚴厲的制裁下，俄羅斯很難獲得制造先進航空軸承和特種零件的機床，用極其寶貴的戰略引擎壽命去換取扔幾枚常規巡弋飛彈的戰果。這在戰術經濟學上無異於慢性自殺。這種拿命換戰果的打法，直接揭開了圖幺60機隊目前最尷尬的一塊遮羞布：極低的妥善率。根據公開的編制資料，俄羅斯空天軍名義上擁有18架圖幺60和部分升級版，但在今年5月的這次大規模清場出動中，為什麼只湊出了7架？剩下的11架去哪兒了？答案很現實，在高頻次的作戰消耗下，冷戰時期造出來的機體結構和液壓管線已經不堪重負。那些沒法起飛的飛機，要麼是在排隊等待遥遥無期的維修，要麼是在起飛前出現了嚴重的機械故障。比如在之前的任務中，就發生過機腹內部的旋轉發射架在高空直接卡死，飛彈推不出去的尷尬局面。還有的飛機因為機體老化，在天上遭遇雷擊後座艙失壓，只能緊急迫降。為了維持那7架飛機的正常升空，俄羅斯的地勤人員只能採用航空後勤裡最無奈的辦法，他們被迫把機隊裡那些狀況比較差的图幺60當成了器官捐獻者，把上面完好的零件拆下來，拼湊到還能飛的飛機上，用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換來一次長途奔襲的實戰戰果。這顯然維持不了一個大國的戰略底盤。既然舊飛機老化嚴重，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就是重啟生產線去造新飛機。俄羅斯高層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接下來我們就去看看俄羅斯是如何試圖在圖紙堆裡復活這只白天鵝的，而這個被寄予厚望的復產計劃又為什麼會演變成一場讓高層震怒的法庭醜聞？既然舊飛機老化嚴重，出勤率低下，俄羅斯高層其實也很清楚，唯一的出路就是造新飛机。因為俄羅斯下一代逆踪轟炸機 PKDA 的研發速度一拖再拖，基本上遙遙無期。俄羅斯國防部做了一個現實的決定，重啟喀山航空厂的生產線，去生產全新制造的图幺60 M2，同時对老机體進行翻新升級。在這個官方的宣傳畫面裡，這個復產計劃看起來非常風光。2024年初，普京親自去工廠視察，還坐進了升級版的圖幺60 M 裡體驗飛行。到了2025年底，俄羅斯國防部高調宣布，又接收了2架全新的图幺60。經過升級的飛機換上了新的玻璃化數位座艙，裝上了更省油的新型 NK32 引擎，作戰半徑增加了2000公里。看着這些光鮮亮麗的新聞，很多人以為俄羅斯的航空工業終於緩過氣來了。但如果揭開背後的遮羞布，你會發現，支撐這個復產計劃的俄羅斯軍工體系其實已經到了快要崩潰的邊緣。造一架新飛機或者翻新一架老飛機到底有多難？根據俄羅斯自己走露出來的數据，單單是對一架老舊的图幺60進行現代化改裝，周期居然長達驚人的5年。因為嚴重的生產延誤和質量不達標，到了2025年，發生了一件讓外界非常震驚的醜聞。俄羅斯國防部直接把這家負責生產的图波列夫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他們支付高達39億盧布的巨額違約罰款。軍方把自家的核心軍工企業告上法庭，這說明內部的矛盾已經徹底壓不住了。緊接着，高層發生了大地震，图波列夫公司76歲的資深航空總師被迫下課，背了黑鍋。
克里姆林宮派來接管這家老牌航空企業的是一位只有37歲、搞財務和經濟出身的年輕 CEO。外行領導內行，這個人事調動釋放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在俄羅斯高層眼裡，目前造不出轟炸機，首要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技術攻關了，而是要趕緊制止內部嚴重的資金浪費和管理混亂。當我們看到美國的諾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正在按部就班地量產下一代 B-21 逆踪轟炸機的時候，俄羅斯還在艱難地用真金白銀去填補半個世紀前圖紙留下的產能黑洞。講到這裡，很多喜歡俄羅斯武器的軍迷可能會提出一個反駁意見，他們會說圖160本來就是國寶級的戰略轟炸機，它不進烏克蘭參戰是非常合理的，因為它的任務根本不是去扔傳統的炸彈，它是用來掛核飛彈，用來戰略威懾美國的。這個說法聽起來好像很有格局，但我們如果從現代空防體系的角度去推演一下，你會發現一個很殘酷的結論。在今天這個時代，圖160連威脅美國都已經不夠格了。圖160連烏克蘭那種靠着西方東拼西湊起來的防空網都不敢靠近，他憑什麼有能力去穿透北美防空司令部布下的天羅地網？如果圖160想去威懾美國本土，他必須飛越北極圈或者太平洋。但在今天，美國的預警衛星和高頻雷達網，從這架巨大的轟炸機在俄羅斯機場滑行起飛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死死盯住它了，甚至還會在白宮進行全程直播。在它還沒有飛到巡弋飛彈發射距離之前，美軍的 F-22或者 F-35逆蹤戰機早就已經掛着遠距離空對空飛彈在半路上等着它了。圖160體積龐大，沒有任何逆蹤能力，雷達反射面積像一座樓一樣大，在美軍第5代戰機面前，它沒有任何還手之力。圖160現在最大的作用其實是政治作秀，比如飛到委內瑞拉降落，或者去北歐上空轉一圈，惡心一下北約的戰鬥機。把它當作對付美國的底牌，那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事實上，這架飛機不僅不夠格去威懾美國，到了2025年，它甚至連保護自己絕對安全的能力都失去了。以前图160都停在俄羅斯大後方的戰略機場裡，大家都覺得那裡萬無一失。但這個神話在2025年6月被徹底擊碎。烏克蘭情報部門策劃了一場代號叫蜘蛛網的暗殺行動，這場行動的手段極其平價，卻打出了好萊塢電影一樣的效果。烏克蘭的特工利用不知情的俄羅斯卡車司機，把裝滿巡飛彈的貨箱一點一點運到了俄羅斯腹地的戰略轟炸機基地附近。這些廉價的無人機採用了 AI 視覺識別技術，起飛之後立刻斷開網絡，完全不需要遙控，依靠鏡頭認準了停在機場上的轟炸機，直接一頭撞向滿載航空燃油的機翼。戰果讓人大跌眼鏡，在短短1天之內，至少有13架包括圖95和圖 2M3 在內的戰略飛機被毀。俄羅斯在幾個小時內損失了 6% 的戰略轟炸機力量。這場襲擊不僅打通了俄羅斯，也暴露出俄羅斯軍方一個極其低級的錯誤。那些造價幾億美元、代表着大國底面的國寶級轟炸機，居然連一個像樣的鋼筋混凝土防爆機庫都没有。平時就那麼光禿禿的露天停在停機坪上，頂多蓋上一層廉價的防雨布。為了躲避這些幾千塊的廉價無人機，高傲的白天鵝被迫狼狽的撤離，他們只能一路向東逃，躲進靠近阿拉斯加的遠東基地，或者是氣候惡劣的北極圈機場。看到這裡，我們可以給圖160這架人類航空史上的巨獸做一個最終的定調了。我們不能否認，圖160證明了蘇聯時期在空氣動力學和重型機械制造上的絕對實力。在那個屬於高空高速的年代，它確實是當之無愧的霸主。但是武器的價值是時代決定的，在美國 B-2 和 B-21 所代表的極致逆蹤加資訊化體系面前，龐大且笨重的图160已經淪為了一頭落後於時代的恐龍。美國通過不斷的砸錢試錯，建立起了一支能在全球任何防空网裡自由穿梭，進行點穴式打擊的逆蹤機隊。而俄羅斯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放血，下一代戰機的難產，以及內部造船造飛機工業的管理僵化，他們只能繼續壓榨這批日益老化的白天鵝，用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勉強維持着大國最後的體面。圖160每次點燃4台引擎升空時的畫面依然非常震撼，依然能讓人感受到機械的暴力美感。但這股震撼的背後，更像是一個曾經的超級大國在現代戰爭殘酷的物理現實面前最後的倔強與無奈。好了，關於圖160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們認為，如果俄羅斯真的造出來下一代戰機，能追得上 B-2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